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我手上这一台呢是最新的 M5 iPad Pro。那这一台 iPad Pro 最强的地方，除了全新的 M5 晶片之外，就是这一块萤幕了。你们知道吗 ？iPad Pro 的萤幕用的是 Tandem OLED 双层串联技术，它的亮度够高，黑色够纯，用来看 HDR 的影片，那个视觉体验只有一个字就是爽啊！那旁边这一台呢是 Panasonic 2025年的旗舰 OLED 电视 Z95B， 它搭载的技术核心呢，就是跟我们手上这一台 iPad Pro 一样，是目前最顶级的双层 OLED 面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块 iPad 小萤幕，那直接放大到65寸，而且峰值亮度更高。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就来帮大家实测这一台 Panasonic Z95B， 看看它的 OLED 的实际表现跟色彩准确度到底怎么样。顺便我们听听看它号称买电视送音响的声音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另外呢，我也会顺便帮大家分析一下 Panasonic 今年推出的另外两台 W95B 跟 W90B。如果你最近刚好想要换电视的话，这支影片看完你应该会知道要怎么选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 Panasonic 在 Z95B 身上真的是花了不少心力这一次在硬体规格上面呢，确实是真材实料。那首先当然是画质的核心，还记得刚刚讲的 iPad Pro 用的是 Tandem OLED 吗？那 Panasonic Z95B 搭载的这一块面板呢，基本上原理是一样的，官方称之为 Primary RGB Tandem 技术。那简单来说呢，传统的 OLED 通常是3层发光的结构，那 Z95B 把它提升到了4层的堆叠结构。这个4层当中呢，包含了红、绿、蓝3种发光层。然后在蓝光层的时候是用2层的堆叠设计，那这样做的好处就可以让峰值的亮度直接冲破2000尼特它改善了传统 OLED 的亮度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色彩纯度也有提升。那因为红色、蓝色、绿色都可以独立发光的关系，就不会因为了把亮度提高，然后颜色就变淡了。那当然这也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亮度提得越高呢，它的热度也会跟着变得越高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看到Z95B 的机身是有一点点厚度的，这是因为 Panasonic 在面板的后面呢配了一个独家研发的实体散热模组，他们牺牲了机身的轻薄度来换取更稳定的高亮度，而且有更好的散热才有办法降低 OLED 的烙印的风险嘛。好，再来是大脑，它用了 Panasonic 目前最强的 HCX Pro AI Mark II 影像晶片。那这颗晶片呢，它会把你在 YouTube 或是串流平台上面看到 1080p 这种解析度比较低的影片，透过 AI 的分析即时运算，把画质提升到接近 4K 的细致度。而且这颗晶片还可以自动侦测你正在播放的内容，像如果你在看运动比赛的时候呢，它就会把画面跟音效自动调整到最适合的设定，还蛮厉害的。那 Z95B 配了4个 HDMI 接口，其中2个是 HDMI 2.1 支援 4K 144Hz， 那另外2个就是 HDMI 2.0， 其中的 HDMI 2呢有支援 EARC 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有2台游戏机需要 4K 120Hz 又需要 soundbar 的话呢，那你就得买一进一出的 soundbar 才不用拔来拔去。Z95B 还配备了3组 USB-A， 那2个在侧边，一个在下面，另外下面还有一个光纤音源孔跟一个以太网路口。好，规格面看起来是旗舰级的，但实际表现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呢？我们就直接实测给大家看。首先是大家最在意的亮度，我们实际用亮度计来跑一次 HDR 的峰值亮度测试，大家看这个数字，它飙到了2400多尼特，这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的。要知道传统的 OLED 的电视呢，亮度通常卡在800到1000尼特就上不去了。那 Z95B 这个实测的数据呢，基本上已经追上甚至超越了很多高阶的 Mini LED 电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在看电视里面那种阳光刺眼或是爆炸场景的时候，那个真实感跟冲击力是以前 OLED 的电视给不了你的。好，那既然亮度追上了， OLED 最强的纯黑优势还会在吗？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字幕周围的光影字幕是亮的，旁边的像素是彻底的死黑。那因为 OLED 是像素级的控光，所以不会有光晕，也没有雾气，画面就是干净漂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电视发烧友呢，最后都是选择 OLED， 那一种通透的立体感，先天物理上是很难被其他面板完全取代的。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用专业的校色软体搭配测色仪来检验它的色彩表现。那我们测了一轮下来之后， Z95B 颜色最准确的模式是 Filmmaker Mode， 它在没有做任何手动调整的情况下，出厂时的色彩平均 Delta E 竟然是只有夸张的 1.3 这是一个非常扯的事情。一般来说呢 Delta E 小于2就已经是非常准的颜色了，我们人眼基本上分辨不出什么差异。那也就是说呢，你把这台电视买回家，你根本不需要花钱请别人来校色，它出厂的状态呢，基本上就已经是非常好了，就已经是好莱坞导演想要让你看到的颜色了。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已经习惯 Apple 萤幕的颜色，对色彩很龟毛的话，那 Z95B 出厂的色彩表现应该会让你满意。好，那看完画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电视的物理设计。
老实说，第一次看到 Z95B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一种追求极致轻薄的电视，它的侧面看起来有一点点厚度，下方有一条整合式的 soundbar， 但也因为这个厚度呢，才让它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塞进我们刚刚提到的实体散热模组，还有高达170瓦的多声道喇叭结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务实的交换，为了画质跟音质的提升，这个厚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一次 Z95B 的作业系统呢，是跟 Amazon 合作的 Fire TV OS， 所以如果你有 Amazon 的账号呢，你就可以直接登入了。那从 App 的商城里面，你可以直接安装常用的串流 App， 像是 Netflix 啦、HBO Max 啦，它甚至连台湾常用的 Hami Video 啦、爱奇艺、Line TV 都有。那它的遥控器呢，维持了一贯的日系风格，按键非常丰富，上面直接做好了 Netflix、Disney Plus、Prime Video 的快捷键，那你想要看什么，你就直接按一键就可以开启，还蛮方便的。不过这一台电视最让我惊艳的设计呢，其实是它的底座。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视越做越大，也越做越薄。那台湾这种3天2头都会地震的环境，其实心里还是会怕怕的嘛。那 Z95B 这一次标配了一个防倾倒底座，它的原理就是在底座的下方设计了一个吸盘的开关。那大家看，当我把它切到锁定模式的时候呢，这个吸盘会紧紧吸住电视柜，就算我再怎么用力推它，基本上是不会动的。这对于家里有养猫、有小孩，或者是单纯为了防震考量的人来说，这个功能真的比什么 8K 解析度都还要实用，给你满满的安全感。而且它还保留了旋转的功能，你可以左右旋转电视的角度，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想把电视转向餐桌，或是下午阳光太大要反光的时候，你稍微转一下角度避开，非常方便。那讲到反光呢， Z95B 的萤幕表面也做了抗反射的处理，像我们工作室的后面是一大片的窗户，以前只要在白天看电视，基本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那 Z95B 的抗反射的处理，实际的体验下来表现真的还不错，就算是大白天呢，反光也会被刷淡很多，也不会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反射了。好，看完硬体，我们来聊聊软体。首先，格式的资源，大家都知道 Apple TV 上面的 iTunes 电影呢，还有 Apple TV Plus 的原创剧集，几乎绝大多数都是采用 Dolby Vision 的规格。但市面上不是每一台旗舰机都支援 Dolby Vision 的但 Z95B 在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它不只有支援 Dolby Vision， 它还支援更进阶的 Dolby Vision IQ， 还有 HDR10 Plus Adaptive。它会利用电视上面的感测器去侦测你目前客厅的环境光，如果是白天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画面调亮，让暗部细节更清楚。如果是晚上关灯看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调整成最适合黑暗的亮度。所以不管你是看哪一个串流平台，它通通都可以点灯，不用担心格式相容性的问题。再来是生态系的整合，因为 Fire TV OS 的关系呢，这个 Z95B 原生就支援了 AirPlay 2跟 HomeKit。也就是说呢，你直接可以用 iPhone 上面的画面投射到你的电视上面，分享给家人看。那或者是把电视加入家庭的 App 里面，以后出门赶着上班，不确定电视关了没，拿起手机看一下就可以知道。或者你想要看电影的时候，直接跟 HomePod 说电影模式，它就会自动把电视打开，旁边的灯也会跟着亮起来，然后窗帘会自动放下来，帮你自动调整到适合看电视的环境。那这种跟 Apple 装置无缝接轨的体验，才是一台现代旗舰机该有的样子。除了看电影呢，我知道很多人买这种旗舰电视就是为了打电动的。以游戏体验来说呢， 4K 120Hz 啊 VR 可变更新率啊 Z95B 全部都有支援，满满的绿勾勾，完全是符合游戏界最高的规格要求。而且 Panasonic 呢还有特别帮玩家设计了一个专属的界面，叫做游戏控制板。你在打电动的时候呢，只要按一下遥控器，就可以叫出这一个游戏面板，上面会清楚显示现在是 60Hz 还是 120Hz，VRR 有没有开启，甚至连 HDR 的格式是哪一种都显示得一清二楚。而且如果你玩的是那一种恐怖游戏，画面太暗看不到路，你还可以直接在这里调整暗部能见度，你不用去动原本的画质设定，非常方便。那我实际玩起来呢， Z95B 的 144Hz 高更新率呢，再加上这个 OLED 的极快的反应速度，那个流畅度真的是没有话说，完全是没有残影的。所以如果你是游戏的重度玩家，这台电视绝对可以满足你。那这一台电视呢，有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就是它的音效。老实说呢，做过这么多的电视评测，我通常都会建议大家，你不管电视多贵呢，那因为物理限制的关系，喇叭通常都很单薄，预算允许的话，那还是去买一支 soundbar 会比较好。但是 Z95B 内建的这一套音响系统真的太强了，你根本可以不用另外再去买 soundbar 了。一般的电视喇叭呢，大概只有20瓦到40瓦，那 Z95B 直接给你一个160瓦。如果你是买77寸的，那甚至给你到180瓦，超夸张的。而且这个喇叭呢，是由知名的音响大厂 Technics 亲自调教的实体 5.1.2 声道。注意哦，这个是实体的喇叭，它不是靠演算法虚拟出来的。它有正面的阵列喇叭，侧边的环绕喇叭，还有2颗向上的天空声道，再加上背后的低音单体。实际听起来呢，它的包围感非常强烈，特别如果你是看 Dolby Atmos 的电影的时候，飞机从头顶飞过去的声音轨迹非常明显。这种天空声道的表现呢，真的是很难想象是从一台电视发出来的声音。
而且这个前面这一台前置喇叭，它用了高阶音响才会有的波束成型技术，可以像聚光灯一样精准控制声音的走向，让人声的对白可以很清晰、很厚实，不会像一般电视那样干干扁扁的。你甚至可以在选单里面设定声音聚焦模式，让声音只传送到你坐的那个位置。比如说你半夜想要看球赛，或者是想要打电动，但又怕吵到旁边在睡觉的家人，你可以不用戴耳机，直接把声音聚焦到你身上。你可以听得清楚，但旁边人听到的声音会变得很小声，这个真的蛮厉害的。所以如果你有打算要买 Z95B， 除非你是那一种需要好几颗实体环绕喇叭的，或是那一种在玩高阶音响的发烧友，不然我会真心建议你先不要花钱买 soundbar， 先把电视装好，认真听个2-3天，或许你就会发现你不只省下了买 soundbar 的那2-3万块钱，还省下了客厅原本要摆放喇叭的空间，还有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好，最后我们就来聊聊最实际的问题。Panasonic 今年一口气推出了 Z95B、W95B 跟 W90B 这3个系列，它们分别代表了 OLED、Mini LED 跟 4K LED 3种不同的面板技术。那不管你买哪一台呢， Panasonic 都非常佛心，他们通通都搭载了最强的 HCX Pro AI Mark II 影像晶片。也就是说呢，不管你是买入门机还是旗舰机，他们画质升级的能力都是一样强的。那这3种面板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选购的逻辑。那第一台 W90B， 这一台是适合预算有限的游戏玩家或者是租屋族。虽然它是基础的 LED 面板，控光没有后面2台那么精细，但因为有旗舰晶片的加持，色彩还是很准的。重点是它一样支援 144Hz 的高更新率。如果你买电视主要是为了打电动玩游戏，又不追求极致的黑，那 W90B 是目前 CP 值最高的选择。那第二台 W95B， 这一台非常重要啊，它适合客厅采光非常好，或者是有电视儿童的家庭。因为 Mini LED 的特性呢，就是持续亮度很高。如果你家的客厅有很大的落地窗，阳光会直接射进来，那 OLED 可能就会觉得不够亮。但 W95B 呢，可以像大灯泡一样对抗反光，画面一样是很清晰。而且 Mini LED 是无机材料，完全没有烙印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家里习惯整天开着新闻台看跑马灯，或者小朋友看卡通一看就是一整天，那选 W95B 你会用的比较安心。最后就是旗舰机 Z95B 啦。那这一台呢，就是给对画质有洁癖的发烧友，还有你是 Apple TV 重度的使用者。那 OLED 的强项呢，在于像素级的控光，那一种在星星旁边的纯黑通透感，还有完全没有光晕的字幕，是 Mini LED 物理上做不到的。所以如果你习惯在低光源的环境下面看电影，追求的是导演想要让你看到的色彩跟画面，那这一台搭载 Tandem OLED 面板还有 Technics 音响的 Z95B 就是目前最终极的答案。如果你想要体验什么叫做把 iPad Pro 放大到65寸的震撼感，建议大家一定要去 Panasonic 的展间，亲眼看看这一台 Z95B 的威力。好啦，这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别忘了帮我们按个赞，顺便热推一下，非常感谢啦。这里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力，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